嗨，你好，我是玲玲。你有没有以下问题，请如实回答。做事拖延，因为拖延而感到焦虑，经常立 flag，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，遇到事情犹豫不决，迟迟不敢下决定，不好意思拒绝别人，只知道暗恋，从来不敢表白。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，也可以把他艾特出来。教你如何治疗拖延症的方法论有很多，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点，就是一个人的时间观。你有着什么样的时间观？你是如何理解自己时间价值的？当你会用时间去看待问题的时候，你就是个狠人。有一本书叫做《津巴多时间心理学》，时间观就是里面提出来的一个概念。如果我们把时间分为过去、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，你会发现不同的人，他们的关注点在三者上的分布是不一样的。具体可以分为6种。第一种，过去积极时间观。拥有这种时间观的人，比较关注过去的美好回忆，会喜欢保存过去的照片和相册，他们喜欢庆祝，喜欢过各种各样的节日。过去消极时间观。拥有这种时间观的人会比较关注过去不太让人满意的部分。为什么我不爱喝白酒？我当年要是买了白酒股，我就财务自由了。第三种，现在享乐时间观，也就是比较关注此时此刻的感官刺激，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及时行乐。第四种是现在宿命时间观，这种时间观的人某种意义上也是活在当下，但是跟热衷享乐的人不一样，他们之所以活在当下，是因为他们觉得努力对于改变命运好像作用不大，既然我反抗不了，那我就好好享受吧。第5种是未来导向时间观，因为这种时间观的人会比较关注于未来会发生什么，他们会喜欢提前做计划，他们讨厌拖延，会延迟满足，而且相信自己能够做成自己计划的事情。第6种是超越未来导向时间观，这种时间观的人通常都是宗教信仰人士，也就是关注今生的努力对于来生的影响。那么你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哪种时间观在向导着你呢？可以打在弹幕上。其实这几种时间观很难单一的向导一个人的行为，他们更可能是交错出现，主要和这个人所处的处境有很大关系。例如我有一个很长远的目标要去达成，那未来向导时间观就会占主导地位，而当这个目标达成的那一天，我可能会享受当下，好好的庆祝一番，那享受当下的时间观就会占主导。而有些人嘴上一直挂着他过去的荣耀，而感叹现在，会一直悔不当初，这种人就是执着于过去的人，并没有哪种时间观是对一个人是最优的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一个人过度的享受当下，虽然他当下并不会因为未来而感到焦虑，很难说他今天的一些决定会不会造成他将来的遗憾。比方说没有为一个长远的目标努力过，无法延迟满足，永远只赚眼前的钱，赚到就花掉。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及时行乐，人还在，钱没了，或者是纵欲过度，把身体搞坏了，要么在吃，要么在干。而始终在为未来做规划的人，其实最容易焦虑，因为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。你所有现在的选择和期待，短时间内是看不到结果的。而且这种类型的人会一直在为下一个目标做打算，也就是说，他像一个永动机一样停不下来，所以也很难得到满足。其实最理想的时间观应该是能够积极的回忆和看待过去，有适度的未来导向时间观，有适度的享受当下的时间观，应该是最不容易焦虑的。除了时间观，那么时间价值观呢？虽然我们经常说时间是无价的，我可以说我陪伴我家人的时光，陪伴我朋友的时光是无价的，但实际上时间也是有价的。你的老板给你的酬劳本质上就是在买你的时间，你在劳动市场上1个小时能产生的价值就是你的时薪。那么你现在值多少钱？当你认识到自己的时间价值之后，你遇到问题完全是另外一种解法。每1分钟的拖延都是钱的流失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其实睡懒觉是很奢侈的。你今天的工作和学习拖延一下，你就要用明天的时间来还。拖延久了，要么放弃，要么就要用身体来还。比方说，在最该学习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，找不到好的工作，只能拿非常低的时薪，他在用他将来的人生为他的过去买单。所以每当你要拖延的时候，不妨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只能由你自己来完成？比方说家务或者是工作，如果早晚都是你做的话，为什么不马上去做？第二个就是完不成的后果是谁来承担？谁受影响？是不是你自己？第3个就是拖延浪费的是谁的时间？请把这些时间转换成钱，再去思考你该不该马上去行动。那些高度自律的人，他们不单单是做到了守时，他们的状态更是惜时，他们在想尽一切办法去做让自己时间能够升值的事情，而不是浪费在没有必要的人和事上。他们行动力会很强，说干就干。那么你目前是哪种状态呢？你是守时，还是惜时，还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人？我不知道大家选朋友的标准是什么，但是看对方会不会尊重你的时间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标准。
比方说约会的时候经常少约，或者是经常迟到好几个小时，或者是把朋友当免费的工具来用，你就帮我弄一下嘛，很快的。不尊重对方的时间，说白了就是在他们眼里你的时间根本不值钱嘛，是可以浪费和挥霍的。如果遇到这样的人，然后不好意思拒绝，不妨想一想，你把你的时间花在他的身上值不值？我的另外一个观察就是，很多人在恋爱里面表现得非常的犹豫，十分的纠结，也拖延，从来只敢暗恋不敢表白，一直在抱怨，但却不舍得分手。其实，在两性关系里面也是一样的，不懂得珍惜彼此时间的人，要么消耗自己，要么消耗对方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珍惜彼此时间的人，行动力会更强，不会暧昧太久，或者说不喜欢就明确拒绝，而不是养备胎。既然想在一起，为什么不尽快要一个明确的答案呢？我也不跟你废话，处不处吧。就算是被拒绝，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并不是一件坏事。我觉得我应该放下，而不是每天心心念念自我感动，结果突然有一天对方说我要结婚了。分手也是一样的。